OK，13.5，油门一拜，11.6又回升了，然后13.3就不会再回来了，又掉了，喂，他们好酷哦！我油门一拜没有中断了嘛，然后它就掉回升，又会掉哎，哇哦！然后我们追到下面了，哎，都有新的发现了。这一台初代 RTS R165，早已不是当初那台原汁原味的通勤小鋼炮，外形也許低調依舊，但內在早已全面升華，換上了原廠賽道版極限電推，成為了一台無情的油門一拜機器。Anyway， 這以好玩為主、浪漫為由的實驗性 RTS 魔改，終於來到了最終驗收階段。現在就大家回到聖岩測閱，重溫 RTS 的魔改過程，順勢跟阿佑打聽看看，不久之後 RTS 特系大改款那些不能說的秘密。這樣子會不會是光陽哦有預感到我接力會大賣，然後所以就把未來牙膏先擠點出來，就所謂的賽道版電推，是這樣子嗎？應該也不至於啦，這樣就是一個產品的週期，一個產品開發一段時間之後，它一定要推一個新的一代東西出來。對，可能就是剛好強碰到。言下之意，這個之後可能會是標配嗎？這個我就不確定了。大改款是在年底或是明年中嘛？對，據說是這樣啊。這個時間我也不確定，就以公司的排程為主。好，所以對於那個 RTS-R 的未來改款有夢就夢到了嗎？夢到啊。對，對手有的我們都會有，電推也會再更進步。聽你這麼說，像我這台初代的魔改 RTS，算是新款 RTS 的低配版嗎？不算啊，差很多啦。多了，還有多了那個新版 RTS 引擎也變成然後先說看我们今天改了什麼？今天改的是20秒電推。可是官方是說吹油10秒，然後說油5秒，這20秒是從何而來？油門開度到100，它可以連續做動20秒。可是為什麼官方沒有講呢？就你們就內部在講而已。實驗室數據啦。對，就是當然它就是給你一個數據。那實際上你還要搭配一些像鋰鐵電池，然後什麼電容啊，然後改這個 ISG。那它才有機會到20秒。對啊，但是如果你可能有一個配備沒有到那邊，那它20秒也有可能推不出來。哇，可是講到這點我就很擔心，因為原廠是用鋰電池去測的，而且也不知道是什麼品牌，也不知道是什麼規格。對，它也沒公布嘛。鈉離子電池店裡沒有賣啊，它要等我們測試之後沒問題，我們才會開賣。對了，還有一個問題，這兩個有點落差嘞。正常的啦。因為這儀表上的是參考用，那這個電壓表它是直接接到電路上面，對，它是比較直接的。那剛有用商用電表去測，電壓表是趨近於商用電表的，會有一些誤差值是正常，因為它沒有小數點第二位。可是我們講一講，它又同步了呢，是不是它電腦又開始去 ？maybe 它會校正之類的。對啊，但是等下騎出去，它兩個應該會不一樣。你們當初那推薦過，還把那 A86給吹到爆缸的時候哦，去換個萬能引擎，然後把文泰說要參考這個新的。轉速表，因為舊已經不通用了。製作一次，看清楚，要有新的轉速表，這輛車的馬力要到11000轉以上才能夠發揮準。對啊，跟不上了啦。對，滿滿的儀式感。我先教大家怎麼看後輪行不行好了。對正常來講，我們的輪胎胎壁上會有一個指示點，還有一個三角形。那三角形對應出來的地方，它就會剛好是一些指示塊，對，像這裡。那因為克里斯他已經把它全部磨完了，油門一拜，對，他已經把它磨到全平了，所以指示點就看不到。那正常來講的話，它只要碰到指示點，就差不多就是換輪胎的時機點。其實不用看到指示點，我看那個已經變形了嘛，已經是變麼字形，汽車輪胎的已經就是平了，它就是中間都會磨完的啦，所以它胎形也會變。看到沒有？我只敢在之前就油門一拜嘛，我彎道就是一個蘇拉嘛，對不對？看得出。總之呢，就阿佑推薦我很多品牌，我都沒聽過，因為我涉世未深啊。但是呢，他挑一個歐抓，對我有印象，我真的很相信緣分了嘛。歐抓，我去年也參加那個大會師，有碰到那個老闆高大威猛，讓我印象深刻。歐洲抓，就簡稱歐抓。這是新的品牌嗎？這是新的品牌。難怪很冷門。對，這個大概成立4年左右而已。然後我們在前年的時候把它代理到台灣，那我們是同車業，就是我們菲亞利的代理商。同代理商。其實也是在台灣已經經營了20多年的摩托車市場，所以菲亞利代理的東西呢，絕對是沒問題的。所以主要是以公路就為主嘛，我看有公路胎，那也有多功能車胎。那它應該在明年的時候會有新的競賽胎，就是比較更偏向運動這一塊。那它也有福克達，福克達輪胎也有。他們現在的產品線是會延伸到大概90幾項。像我剛才推薦給克里斯的是紅峰系列，對，然後這一條的話是黃蜂系列，它上面有一些 mark， 這是黃蜂。那紅蜂的話在
輪胎的胎壁上也會有一個紅色標誌。哦，對，那它兩條的差別就在於黃蜂它是屬於比較街跑型，紅蜂的話就是比較性能型，耐磨程度大概黃蜂的話可以大概在8000左右，那紅蜂的話大概是在6000。所以不管是入门跟比較進階都是2000嘛。對，因為它是不同取向的東西，但是他们賣的價格都一樣。真特別。它的胎壁夠強，它會比較有支撐點。前面胎面的話，它會做的比較軟一點。哦，就是增加那個抓地力，增加抓地力，然後再讓你剎車的時候，它會變成面接觸。它像這個歐普利普的話，南部這邊有以德，他們去總代理。總部的話是在意大利，那它的產地是在印度，但是它的品質蠻穩定的。它有跟我們的台本還有阿帕瑞亞做一些產品上的配合，它就是他們俗稱的原廠OEM胎，所以它的品質可以肯定，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啦。這我不 care，他老闆夠帥就可以了。對，夠帥。對，我真的夠帥。OK， 現在就來上路初步體驗看看賽道版電推搭配 7B 鈉離子電池的效果如何。老規矩照慣例，暫且就由我用肉身去感受，以及透過電壓值的變化去觀察，做出最直觀的分享。畢竟我是以玩樂性質、浪漫魔改為主，所以測試結果方面大家參考參考就好。影片的最後再請阿佑稍微補充專業見解。OK， 上午連續看就是補油、回油、再補油、再回油。OK， 準備起步，油門一半，回油，再補油，回油，再補油。真是奇怪，這兩個電壓好像對不上哎。油門一半，回油，再補油。回油，再補油。好難判斷哦。真的要上馬力區去更專心的觀察，或者是有一個電壓介入的提示燈。再試一次好了，目前還沒有結論。我只看上面，13.5，來起步。對，油門一半，有掉，回油。再拜，有沒有掉了？再回油，再補油，回油，再補油。總覺得哪裡怪怪的，是電池容量不足嗎？13.5，油門一半，11.6又回升了。然後13.3就不再回來了，又掉了！喂，他們好酷哦！我油門一半沒有中斷了嘛，然後它就掉回升，又會掉哎，哇哦！然後我沒有追到下面吶，這有新的發現了。這個13.5，油門一半，可以掉10.7、10.6，就馬上回升呢，又會稍微掉了。又掉了，對，好奇怪哦！我全程油門一半沒有回油，然後電壓會升掉，這是新的發現。OK， 我還試一次，下午專心油門一半，不看電壓表，就後置剪輯都再看好了。來，起步，油門一半。油门一半，全程油门一半，沒有回油。回油，剎車。OK， 我這次體驗賽道版電推搭配 7B 鈉離子電池的組合，在安全考量下，暫且探索測試到這裡先。然後我又經過幾天的實際通勤感受，我是覺得似乎是電池規格的關係，所以在迷惑了幾天之後，我帶這些疑問找了阿佑再深度請教了一下。
你的電壓會上升再下降，對不对？对，没錯沒錯。因為目前你車上裝的是7B 的鈉離子電池，那我有看過它的規格好像偏小了一點點。那正常來講，以賽道版電推的話，它的曲線應該是要呈現 L 型。對，就是你油門開度開下去之後，電推介入，那你的電壓應該是會往下掉，那成一個水平線。之後到20秒或15秒結束的時候，它才會再上升。感覺7B感覺容量不足嗎？還是放電能力不夠？應該是容量不足。對，應該大幾率啦。2代電推跟賽道電推、賽道版電推，它們主要的操作方式大致相同。那其實你就把它想象成這2顆是一樣的東西就可以了。那它比較特別的是賽道電推，它會有多了2個比較特別的機制，就是它有一個10秒加上5秒的15秒電推，那跟油門一拜下的20秒極限電推。賽道版的電推多了這些東西的狀況下，它對你怠速的時候電瓶的要求也會比較高。那像怠速的時候，以賽道版電推來講，它的平均怠速電壓會比一般2代電推的電壓大概低了0.2伏特。是同一個電池狀況下？對，同一個電池的狀況下，在一般車友沒有精密診斷器的狀況下，那最務實的方法就是看原廠的電壓啦，或是加裝的電壓表。但光陽的 ISG 還是有最低伏特限制，就大概是11伏特左右。那就是因為它为了保護像是 ABS 那一種比較精密的控制器，对電壓的要求也會比較敏感。加速的過程中，如果電壓低於11伏特的話，那比較大的幾率就是你的電瓶負荷不了賽道版的電推。賽道版電推的話，它比較理想的電壓值，應該是油門灌下去的時候，電壓會維持在12那一個區間值。對，最好是12V以上。对，最好是在12V以上。因為它其實你灌下去，如果低於12V，那其實電壓都會比較不足了。然後它也會因為你的油門開度，然後去判斷說給你的電推是多少，所以基本上油門開度跟電推是成正比。所以油門開度跟那個電壓掉的幅度是成正比的。對，成正比。然後給的電推也是成正比。如果像克里斯那麼反骨啦，想要不遵守原廠規定，因為它是鋰鐵控制器嘛。對，沒錯。如果克里斯堅持要使用鈉離子電池的話，那我其實會比較建議就是用7A 或10號電瓶。這差在哪裡啊？他們就是差在它的電容量，然後跟內組的部分，就是比較大的相關性的啦。它以10號來講的話，它的數據優過於7B 電池，大約是1倍。那個像克里斯它目前車上裝的7B 鈉離子電池的話，它以官方宣稱的數據大概是160 CCA， 那內組的話，我記得是15毫歐姆。10號這一顆來講的話，他們官方測出來優化大概是比7B 再多了1倍，就感覺是可以是有機會的哦。有機會啊，因為原本50度可以開嘛。對，沒錯沒錯。那一般的油門一半就靠這顆了嗎？果然魔改是條不歸路啊！感謝阿佑的誠心分享。雖然7B 的個人體驗初步判定似無法完整發揮賽道版電推，那就直接跳過7A，只上10號來伺候這台系列魔改 RTS。雖然10號重量比7B 重了將近600克，但還是比原廠鉛酸稍微輕了250克。順帶一提，因為電池體積關係，需要再額外購買約1000元的支架才能裝上 RTS。10號鈉離子價格3200，加上支架，總共約4200元。Anyway， 就先分享10號鈉離子配上賽道版電推初步油門一拜心得。OK， 初步判定下來，10號鈉離子確實能負荷油門一拜下的賽道版電推。第一，電壓值變化的曲線規律正常；第二，油門一拜下的最低電壓值也相當漂亮。但基於安全考量，實在沒辦法馬上測試20秒的極限電推。這部分我會在日後在安全條件下去完整實測，再做分享。目前呢，我是信心滿滿能違背原廠規範，用鈉離子把 RDS 魔改成油門一拜機器，期待！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一次油門一拜再見。Bye.